你們聊，我只管喝酒。西军既有意和谈，我就直言了。且慢，老夫倒想問一問，你今日是何身份而來？有沒有資格和西军商谈？我待秦王而來，夠不夠資格？果然是回到咸陽，名字換了，語氣變了，和在邯郸做质子的時候那是大不相同了呀。哎，西军，哎，春申君啊，你知道这位公子当初是怎么离開邯鄲城的嗎？是被一個奸商帶走的。哼哼，拋妻棄子，那當初真是惶惶如喪家犬一樣啊！還談個什麼？各回軍中，準備開戰！不，將軍，將軍息怒，息怒。平原君既然提及往事，我來問你，我為何至趙？是你趙國大敗於我秦國，不得已向我獻帝求和，簽訂盟約，我才為之於趙。你趙國不但毀盟背約，還屢屢想加害於我。如今你還有何臉面在天下人面前談及信義？依老夫之見，既為天子，便管得天下事。秦兵攻占王畿35座城邑，圍困洛邑，驚擾天子，未免太過分了。老夫知天子一向大度，不會怨罪秦王，因此你我雙方各退一步，秦兵撤出對洛邑之圍，歸還所占城邑，天子不會心存芥蒂，一切只當不曾發生。你說什麼？不曾發生？我那20萬兵馬辛苦攻城，行軍全白幹了。那你要如何方肯退兵啊？我王有詔，西軍應允，洛邑之圍即日可解。公子請講。西軍將轄下36座城邑及土地、人口悉數歸於秦國，洛邑之圍自解。二位公子，你们听听，秦人是多麼的貪心，這是想要老夫的全部家當。不，他們竟然想要天子的王畿，如此將置天子於何地？是啊，公子，你開出的這個條件，我等着實無法承受啊。天子與西軍仍可居住於洛邑，起居一切如常。荒謬！秦王與和，這是要廢天子啊！我王並無此意，只是要西周軍轄下36座城邑、土地、人口，並不觸及周王室之宗廟社稷。城邑、土地、人口都歸了秦國，那還成何王室，還成何天子？戚軍說的是，老夫認為秦王所提荒謬之極。老夫有提議，讓秦王退上一步，要一半城池，此事還可商議啊。一半，這一半也是18座城邑呀！
我们再商议。秦国只此一个条件，绝无回旋之余地。尔等若不接受，秦国唯有一战。西军应不应允？这35座大小城邑已是我大秦之地，这是我秦军将士用鲜血换来的土地，要取可以，拿千百倍的鲜血来换。秦公子赢一人，好硬的口气呀！好，我让你看个人，看了之后，我看你还硬气不？再往前一步，你的妻子就会头颅落地，这样你们永世就难以相见。叫父亲，公子，公子，住口！平原君，什么条件？空手而归。那个回去了也不好交代。老夫心善，可以劝说西周军送你5座城池，外加他们母子2人。公子一人，你也算不虚此行了。我若不答应呢？那就是要将他们逼上绝路。毅然，我知道你是重情之人，断不会看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死在自己的眼前吧？赶紧答应，即刻签約，馬上就可帶他們回去團圓。我想，秦王是明理之人，斷不會責怪於你。你說的對，我王知我為救妻兒性命，是不會責怪我的。可是我姓嬴，大秦太子的嫡子，君代秦王行事，豈能治國，置亡於不顧？大秦20萬將士不顧性命，在這裡為國開疆拓土，灑下多少人的鮮血，留下多少人的性命？我豈能用萬千將士的忠魂換我妻兒的性命？王命不可違，將士不可負，國事可不可污？36座城邑，土地、人口，必須全部歸於大秦。
至於我的妻兒，平原君如何處置？你觉得你真的不后悔吗？公子，杨毅人，只要我这只手落下，你的妻子儿子就要血溅当场。难道你真的忍心看着他们死在你的眼前吗？今日你若杀我妻儿，来日我一定亲率秦军，攻破邯郸，毁你宗廟。你赵氏全族上下一個也休想活！凡天下趙氏之人，皆要為我今日死去的妻兒償命。心如坚石。看到了吧？你们都看到了吧？这就是我们秦人。公子，真乃是我大秦好男儿，有公心，有血性。来日你若为王，我大秦幸甚呢？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啊！西君，秦人如此决绝，果真開戰未必能贏。好在天子和你的位置都有所保留。天數如此，天數如此，周天下走到盡頭了。
一定会接你们回咸阳。让我看看正儿。我日夜思念你们，想得好苦。长官，大王一定会让我去接你们。亮马。